跟高铁几乎一模一样。它底下还有荧光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小傲，今天来到我们的第2天，而我们今天要去体验搭高铁从东京到大阪，然后呢，我们现在要先去搭地铁，那我们等一下地铁上见喽。各位观众，我们已经搭完电车了，然后呢，我们现在要先去看一下车站的外观，然后再吃个午餐，再去搭。那我们等一下见。这边就是东京车站，这一边是皇居方向。现在已经到东海新干线入口，刚吃饱饭，那我们先进去了。这个位置跟高铁的相当颜色不同，这个也是这样，拉下来，然后跟高铁几乎一模一样。然后这边也是可以动，然后这个一样是往下。然后我们现在才12:28，这边一样可以拉下来。然后听说这边可以坐到富士山，然后我们今天要坐快要3个小时，大概要坐500多公里。这边还有一个充电口。然后它可以充电脑拿来写的。一样跟台湾一样有一个垫子，但是它座位的方向跟台湾也一样，都2排，然后3排。这边就没有像台湾高铁一样放一些杂志，但座位好像这边还多了突出，然后这一块布上面也没写什么。它的灯好像没有像台湾一样那么亮，这好像冷气出风。正前方这边其实有一座富士山，但我怎么拍都拍不到。厕所这边有一个夹子，还有一个扶手，这个也看得到。然后它这个也是自动的。经过了许久，我又发现这个好像可以挂东西的。看到一个很像富士山的山，它上面有架电线，就不像富士山了。好了，各位观众，我们现在已经下高铁了。然后这一次有点可惜，没看到富士山，因为富士山距离我们大概20多公里，今天能见度只有10多公里，就看看回来能不能看到。那一支影片的资讯可以放在右上角的资讯栏给大家看。那我们就等一下出站后见咯。这是大阪车站的外观，看起来很怪，上面就是铁轨。这个天桥很特别，台湾都没有这一种。我们今天住的这一间饭店，它虽然有给地址，但是 Google Map 搜不到，只能用它给的指标走，但我也不知道是哪一栋。看起来是这一栋的4楼。这是我们今天入住的房间，然后这个它是要打开能进去，然后蛮日式的。这边是洗衣间，有洗手台，这个镜子，然后还有很多架子。然后这边看起来是马桶，一样是电动的。然后这个是浴室，一样有浴缸，还有莲蓬头，然后还有这个东西，沐浴乳3罐，不知道第3罐是洗什么的。然后这边也有灯和挂的。这边是第一间房间，然后它有附这个浴巾之类的，然后这边可以出去。
这区后就是很脏，看起来需要穿鞋子，但是他又说不能穿鞋子。下来是第二间房间，然后它的配置一样，然后这边一样可以出去，然后这里面就不知道是放什么东西了。这边有柜子，餐厅它这边有，好像是应该是煮东西的，还有洗手台，然后这边是冰箱，这是炒东西的，然后这应该柜子。这边是垃圾桶，它这个第一层是这样打开，其他2层都是不一样。这边有第一个垃圾桶，这边还有一台电视机，然后这边是桌子。那我们就等一下吃晚餐见咯。现在准备出去吃饭了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已经做完，准备要走路，再走过去。刚才有遇到小插曲，就是卡没带，所以要买票。然后我发现他最后票用完后，他就会被吸进去。这是我们的晚餐，必大餐，有的菜可能是不会录。我们现在刚吃饱了，散步到梅田，那我们就等一下见了。是有斜的斑马线，蛮特别的。车站都这么特别，被架在房子的上面去玩。这栋感觉都快比这一栋还高了。这边快到了。要先搭电梯到3楼。给我们。要上到最上面才能买票。旁边是坐下来的。这是我们的票。准备上。蛮多高楼。然后这是它的里面。那有天花板的房子，这边还有这个。旁边其实还可以看到外面，但是呢，相机拍不太出来。这边还有一个环可以录影拍照。世界各地的塔的。这边还有座位可以坐，还有饮料店很贵，刚才那个座位要点饮料才能坐。这边应该也是。这边拿了3个东西，这边可以拿，然后这边好像上楼走这边，然后这里面是介绍什么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这边有。还有介绍它原本的设计理念。这边还没有大楼，但是它这好像设计之初的理念。其实才2栋大厦，他说3栋才能真正建成。哦，这个很好看哎。这边有介绍它建筑法。
这边还有一个不知道介绍什么，该屋。我这超帅的。这里够。这边。第一次晚上上高楼，这边我其实也不知道看什么，还有自拍架。看完上楼了，它底下还有荧光哎。后来纪念品买了这个，就是刚才那一个。正在下楼。30楼，这边还有画集。这栋有可能是因为大阪世博才亮这个颜色。这边超猛。那栋是我们刚才上去的。他们要涨价。他们在哪？我们今天最后的战利品就是这一颗在梅田买的，那我们马上拆开来看看吧。它到的是蓝色的，然后它也有附一个底座，我们回去台湾再把它组上。还有一张这个，它是讲这个模型，它有这4种款式，我们已经不是抽到最差的了。我今天发现呢，大阪的电梯是靠右，然后东京是靠左，我不确定是不是。然后呢，喜欢的影片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那我们明天见喽，拜拜。